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ouTube 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。这一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，我们来讲 Windows Server 2025中非常基础也非常重要的内容：本地用户、组以及本地安全策略。视频中我会演示如何新建、登录和删除本地用户，如何创建组并将用户添加到组中，以及如何配置账户策略和本地策略。这些都是后面学习服务器管理和 Active Directory 的基础知识。如果你对服务器系统或网络技术感兴趣，欢迎订阅频道，点个赞支持一下。那我们开始吧。不管你的电脑是 Windows、Linux 等操作系统，都有着相同的特点，那就是多任务、多用户。以 Windows 为例， Windows Server 2025默认开启的用户是 Administrator， 它拥有着最高权限，它是 Windows 内置不可删除的用户。新建用户和删除用户等操作一定要在登录 Administrator 情况下才可完成。最后试着登录创建的用户，在服务器管理器点击工具，点击计算机管理，点击本地用户和组，点击用户，在右侧窗口列举了几个系统默认的用户，几乎是不可删除的。操作之前思路分3步：第一步新建用户，第二步登录用户，第三步删除用户。第一步新建用户，鼠标移到空白处，鼠标右键，点击新用户。用户名建议输入英文名称，随便起一个名字 Tom， 全名和描述可以不用理会它。密码建议数字和字母组合在一起，记得取消选择用户下次登录时需更改密码。还有一定要选择的2个选项：用户不能更改密码和密码永不过期这2个选项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如果是在 Active Directory 的环境下，每个 Client 用户都拥有自主修改密码的权利，对于整个局域网络不便于管理。确认好以上的信息后，点击创建，点击关闭。此时窗口就出现了新建的用户 Tom。第二步，登录用户，在 VMware Workstation Pro 点击 VM， 点击 Send Ctrl and Alt and Delete， 试着登录创建的用户 Tom。登录以后会被要求重新建立桌面环境，照着提示一步一步完成。第3步，删除用户，切换回原来的用户 Administrator。鼠标移动到新建的用户 Tom， 鼠标右键，点击删除，点击是，点击是。新建的用户删除完成，删除的用户记得重新新建一下，后面会讲解将用户添加到组。接下来讲讲组是什么。
说的简单一点，能把多个权限相同的用户归类到一起，组分为手动创建和系统内置的特殊组。其中系统内置的组是赋予特殊权限的，无法手动删除和修改名称，而手动创建的组是可以随意删除和修改名称。操作分3个步骤：第一步，新建组；第二步，将用户添加到组；第三步，将新建的组删除。第一步，新建组，在计算机管理点击组，在右侧窗口列举了很多系统默认的组，几乎是不可删除的。鼠标移动到空白处，鼠标右键，点击新建组，例如输入名称为 Sales Group， 点击创建，点击关闭。第二步，添加组用户，找到新创建的组 Sales Group， 点击它，点击添加，再输入对象名称来选择，输入已创建的用户 Tom， 点击检查名称，出现以下信息，说明用户是存在的，确认信息没有问题，点击确定。用户 Tom 已添加至成员，点击确定。操作正式生效。为什么要将用户添加到组？如果新建的用户数量太多，显得混乱，新建不同的组，相当于新建了不同的文件夹，对文件内容分类储存。将用户添加到组的好处是不用为了每一个创建的用户分配权限，分配到同一个组里，权限会自动相同。这里有许多系统的内置的组，其中权限最高的组是 Administrators， 这个组成员只有用户 Administrator， 还有一个组是 Users。无论如何，新建普通的用户会自动加入到 Users 组，不建议删除里面的用户。删除此组的用户之后， Windows 很难将 Administrator 用户与普通用户进行切换登录。第三步，删除组，选择已创建的组 Sales Group， 鼠标右键，点击删除。点击是。删除组相当于删除了一个分类，而用户还是存在的。删除组以后，一定要给用户重新分配到其他的已创建的组。本地安全策略，我个人理解为操作系统功能开关的集合。由于操作系统内置了大量的功能，而普通用户又很难全面掌握相关的技能，导致了很多普通用户依赖于第三方的工具软件，开启或关闭操作系统各种内置的功能。在服务器管理器，点击工具，点击本地安全策略。此时能看到很多种不同的策略，这里会讲解账户策略和本地策略。账户策略分为密码策略和账户锁定策略。密码策略举例说明，当新建一个用户时，密码想设置简单的字符，长度短一点的，密码永久有效。它会涉及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、密码长度最小值、密码最长使用期限等3个密码策略。密码必须符合复杂性要求设置为禁用。设置密码时可以是单纯的数字或字母。密码长度最小值设置为0，密码的长度就没有了限制。密码最长使用期限设置为0，意味着密码永久有效。
如果设置为最大的999，意味着过了999天以后，密码过期了，需要重新设置密码了。下面演示一下修改这些策略，时间不会很长。修改完密码策略后，继续讲解账户锁定策略。比如说，登录一个用户时，输入密码错误次数达到默认值规定的，会锁定一段时间。这里涉及了2个策略：账户锁定时间和账户锁定阈值。账户锁定时间策略如果设置为0，密码输入错误一定次数时，账户会一直锁定。尽量输入低于10分钟的数值，不会让普通的用户在登录时等待太久。账户锁定阈值是用于限制锁定的次数，默认值为10。如果设置为0，输入密码错误多少次都不会被锁定。账户锁定时间尽量与账户锁定阈值设置相同的参数。这是 Windows 默认提倡的。下面演示一下账户锁定时间低于10分钟和账户锁定阈值设置为0，时间不会很长。最后讲解本地策略。本地策略分为审核策略、用户权限分配、安全选项。由于策略内容太多，先简单讲解用户权限分配之一的关闭系统策略。对于在 Windows Server 创建的普通用户，几乎都没有电脑关机的权限，所以可在关闭系统的策略里添加一下普通用户 Tom。添加完成后并重启登录普通用户 Tom 来验证是否可以电脑关机。下面演示一下在关闭系统策略里添加普通用户 Tom 登录和关闭系统。此视频讲解内容分为本地用户、组、本地安全策略，这只是个基础。由于内容太多，不会在此视频全部讲解。其中的用户和组可以通过 CMD 命令操作。本地安全策略后期会制作大量的使用案例教学，学好本地用户、组、本地安全策略的知识，为后期学习 Active Directory 做准备。以上就是本期 Windows Server 2025知识分享的内容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。如果你喜欢这样的技术教学，记得订阅频道詹姆斯的技术世界，也欢迎点个赞支持一下。有什么想学习的主题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期影片再见。